这里呢，就是我们 Oka Oka 平时出餐的厨房，也是日本料理店 Olibuno Oka。刚才你看到的通知呢，是今天一整天这里都会关闭。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大厨他们的家人要举办一个慈善的活动。我的妈的呀！大厨的弟弟 Harry， 他的这个慈善组织，已经运行16年。我们跟他认识3年从来居然没有告诉过我们，他还秉持着一个不宣传、不筹款这样奇怪的理念，这是为什么呢？又怎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呢？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你会和我一样为大厨的家人的这种务实的精神，这种快乐的乐捐而感动的。看这里今天变了个样你看变成了这种自助餐的形式。哎呀，看我们大厨也在准备很多东西真是发挥了5星酒店大厨的功力了。哇，这么多的饮料，这是给小朋友的波子汽水。你好，副主席，嗨，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我叫嘉轩。嘉轩，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组织？然后是什么样的机缘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嘞？OK， 其实我也就在去年才刚加入的。对。如果说需要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段经历，你会用什么词？哇，美妙，美妙。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去做这种慈善，也没有和大家一起有过这种经验，所以对我来说，能帮助别人，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很开心，看到他们得到帮助这样子。创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慈善组织就是存好心做好事就是这不是星云大师说的吗？就是说全靠自己的本事了。就是我们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个6次的慈善活动。6次就2个月就要做一次？也不是这么说，就是我们过年期间我们会做一个孤儿院的。然后我们的8月15中秋节，因为团圆嘛，说我们需要去一个老人院的。然后还有其他4次呢，就是捐血活动。所以你平时策划做，其实1年都是要在忙了，就是。对。首先是那个捐血活动的话，是要配合国家血库局。就是还要联络他们。对，因为由他们来捐血嘛。不是我们自己捐，是血库局的。对。其实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好，因为你不单单说像有些人只是帮助一个人你是各种群体。而且如果是捐血的话，还要联系这个国家的血库局。对，不是简单的事情，我觉得。说我们1年就4次，而且我们这1年就要定下4个日期给血库局。要由血库局批准那个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一定要举办。那你一直说的我们是指我们的慈善团体是你创办的？什么时候创办的？对，就在2010年。10年已经有16年了当时怎么想到要创办这个慈善团体？来一个庙的教会就是做好事，积功德这样。就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福林店。对，福林店这样。然后就一做就做到16年了。请问你今年几岁了呀？18岁。我刚刚听 Harry 说你是从2岁开始就跟着这个团体一直在做慈善从小开始。从小就开始。其实他们也是从小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做慈善做到现在。这是一份怎么样子的工作呢？对你来说？其实它不算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个一个积功德一个什么怎么说积功德的机会是吗？机会啦。让你帮助别人这样。你刚刚讲到积功德，什么叫积功德？因为我们确实也不太懂。积功德，因为帮助别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能量因为我们是不筹款。怎么说？不宣传，不筹款，靠所有会员自己的本事跟努力去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帮你宣传不是擦边，只是了解你的自己的发心，对吧？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一开始就是这个宗旨嘛，不宣传不筹款。对，坚持了16年。那我很奇怪就说真的没有人来采访过你吗？没有。那筹款怎么如果不筹款怎么去做好事呢？就是我们的会员里面，就是1年自己做的
我们一年赚的看个人赚多的会员们就出多一点我们赚少的就出少一点，有些，然后有些真的是很不顺利的那一年，他们也当作是做一个慈善积一点功德，说他们只是出力不出钱也可以。经常回来庙的这些老板，对，你自己也要捐吗？对，就是尽能力了尽能力或者是我们是平时他们需要食物的赞助，就是由店去赞助对，正好家里人对，就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天我们还看到很多人在帮忙，很多小年轻。我一开始还以为 Great 就我们大厨今天请了很多 helper 呢，然后其实是你周边的这些志愿者，就是亲力亲为了。我们抱着的不是说你捐钱就功德最大，下手做才是用心去做，很有道理很有道理Andy 为什么今天穿得很美因为我没有啦还在新年，Andy 还在新年。Andy 你前几次都跟我们说你儿子在做慈善，你的感受是开心的吗？还是哎呀用掉好多时间不好好做生意不会，因为我是开心因为他有这种心意是很好。我也每次他们去做慈善都有带我去，都有去了解所以你也很支持他们对吧？是，做慈善是又花钱又花时间，你不会觉得这个样子很不划算吗？不会。很浪费吗？不会为什么呢？不会，我希望，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功德来的嘛。做善事是好事嘛，可以帮助人家。这次是孤儿院的小朋友是吗？对找到了多少个呢？会来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一个接近是23到24个。我觉得你是非常有目标性比如说血库我要联系批准，像孤儿院你就说，他是刚刚起来，意味着他还需要帮助，对，这样子对吧？对，我们会派会员去调查。调查了，真的是他刚开始的，或者是他已经开始了很久没有找到大老板的赞助的，我们都会去帮忙。比如说很多孤儿院都会欠水电费、租金。有这样的情况有。那他怎么运营下去呢？就真的很艰难就是很艰难就我们找到的话，或者是他们透过之前的孤儿院那些认识到我们，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上门了。这样的孤儿院多吗？还蛮多的。还很多还蛮多，所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是有一点难所以我们尽力而为咯。有些是我们帮过10多年来这10多20间的孤儿院，他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我们还是会送食物，也不是说我们1年只做2次，只要电话一到，我们就会马上送食物去。就这些提供，类似像 ad hoc 的，还有他需要5只鸡肉还是多少公斤的蔬菜，我们马上命人家买了送过去。可是我们不坚持，我们坚持不捐现金。OK， 这也是一个坚持这个也是一个坚持，因为太多的孤儿院的院长还是什么，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外面很多筹款是我们出了100令吉，可是他们得到的只是10令吉。明白，其实没有筹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说我们是他欠电费，比如像说欠一个4000的电费，我们直接电费我们直接帮他还，我们不会把这个4000块交给院长。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有调查，而且呢是用实际行动就帮到点子上，不是说只是给钱就走，对，这样如果是只是给钱不做，我们也不希望这样没有真正的帮到。那做了这么多年慈善，搞了这么多次活动，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活动好像是去那个残障的吧，残障的那小孩好可怜我看到我就不想提。很可怜有时你去看到你会很心痛，真的是。有些那个孤儿还好孤儿会长大嘛，老人家是有孩子的都会把他放去那边，我也是不明白。今天的小孩这个孤儿院过来20几个小孩，你们是怎么样安排他今天的活动？今天安排了一些什么？因为这一次的孤儿院是有点挑战性，因为它是无国界的。因为是那些 refugee 的小孩可能是有一个是泰国的，有的是越南的。我们帮做慈善不分国籍嘛，说他这个孤儿院也是刚刚开始的，被我们遇到，我们调查了，他真的院长真的很辛苦，我们做一个活动帮忙。今天让他们开心。今天怎样？首先现在这个时间，我另外一个团队已经是在带他们去看完电影过后，他们就会安排过来这边吃晚餐。中国像今天这样一天的活动要花多少钱？差不多是1万令吉吧。那也不少了每个小孩上可能都是要400-500块钱。对，也是一天的时间，而且你还不是全职做慈善，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有工作。对，工作就是
剩余的时间就帮帮忙，得空就帮帮忙啊。那这一年来你做下来之后，你觉得对自己有什么改变吗？我觉得变得有耐心很多，有耐心。对，因为可能我开始做这些了过后呢，我就发现到，我其实也可以做到的。其实就是可能是这样，我平时我对我自己的家人可能比较没有耐心，但是我发现到为什么我做这种慈善的时候，对老人家讲话可以那么有耐心，跟他们讲话这些，但是为什么对到自己家人就不能？所以我发现到，现在慢慢也改变了。身边像你这样的去有一个慈善组织或者经常参与慈善活动的，你身边的这样的人多吗？还蛮多，很多蛮多，就是生意上的伙伴他们都有参与。他们知道他们都会参与。之前的人呢，说到慈善就是说欺骗了，可是他看到我们做坚持了10多年，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来参与了。到最后他给出有一些大老板不方便露面的，他就会说，当你们遇到一个不够资金，然后孤儿院需要食物，你一支电话，我一定做到。就是他只想捐钱不想露面的。大老板也有大老板太棒了，又影响到其他人了那些就是这些钱就是比如说一个孤儿院打来说，我的老人院也没有食物出了需要一个月的那些食物，他们都会负责给钱我们买。买了直接送过去。哎呦，太好了，我都要哭了。尽力了，我们就是尽力做一个慈善。你刚才告诉我说，为了做到你们账目的透明，就还有一个箱子，在老板来吃饭捐款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捐了多少，就放进去是这样。对，这是那个是我们慈善10周年的一个活动嘛。就是我们请了50桌，就是历年来10年帮过的孤儿院、老人院。全部孤儿老人一起过来吃，然后就那些大老板就透过舞台直接捐款给了，直接捐到里边。对，我们就不经过这个钱，就不经过我们的组织再分发给他们的。有哪一个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老人院吧，老人院，去年的老人院。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去去跟一个老人讲话，就是坐下来跟他们讲话，才发现到。他们好像其实在那边其实很闲，就是没有人去探望他们。对，他们也很渴望有人来找他们，陪他们聊天。尤其是那种过中秋节啊这种特别的节日，他们会特别想家。所以如果我们去那边可以给到他们一份温暖，他们其实也很开心，也不需要做到特别多的东西，只需要陪他们讲话，这一份开心一定很满足啊。那你们自己运营不会要拿到一些工资或者一些报酬没有这些？因为全都是没有工资，全是自愿的，100%用于对，这个很罕见因为一般基金会都会说有个比例嘛，有些差的可能只有3成4成，好一点的7成8成用出去但你是180%，对，相当于自己还是要贴进去，不然你的时间你的这个，我们是真的是慈善，真的是帮人不说。没有收工钱这回事想想看，真的是像他们这些有读书的或者是有工作的，他们都是请假，愿意自愿来的。50桌就意味着已经影响到500个人了对，很不容易，这个很大的功德。对，你有一些目标吗？就是在选取上面，老人、小孩或者好像听上去都是弱势群体。其实是有一个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不希望他们孤儿院或者老人院，尤其是老人院，我看的太多了，就。他们吃饱就没事做，其实想搞一些活动，或者是做些给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就是在很轻松的一个工作，可以帮到赚钱给他们。可是这个我还没有想通在哪一门生意里面可以帮到他们？在还没有想通之前，就每一年努力的去做吧。就他们也是可以输出，让自己开心，并且给其他人和社会再能够做出对，还可以做一点贡献。可是这个还没有想通，做了10多年，希望可以继续下去。刚刚听到 Henry 他有讲说，他将来就是希望有个梦想，能够让这些老人院的这些老人们可以有一份事业给到他们，但是又不是太累，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赚到钱，他们可以像自力更生一样。这个实在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个远景哦。是哦，对，因为老人如果还有一份事业，不是讲要赚很多钱都是有一个精神寄托。
是，像我这样，我也是希望工作做，但是他不要给我做。你是有福气，不是不是。然后这个理念可以传达给年轻一代。要向你致敬，我觉得。不会啦，就是尽一份力，每个都有一个善心，可是要做到点上，不要把这些钱怎么说捐出去，等下得意的人得不到完全的。我们组织的坚持就是不捐现金，只要你有什么帮忙，你开口。租金我们直接帮你还给屋主，电费、水电费我们直接帮你还买那个账单。你在外面工作压力啦什么啦，可是你看到孤儿那种他带给你的笑容，你去探望他给你的笑容，他的不舍，或者是那些老人家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被儿女送来孤儿院，就从中学习了很多。你会看到他们看到我们来到的开心。像你们现在工作学习都很忙嘛，有个休息时间也很珍贵，把这个很珍贵的休息时间去投入到做这样的事情 ，versus 说我可以去做一些个人娱乐啊，什么约出去啊、打球啊，然后对吧聚会啊，明白。这个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取舍？就我觉得这种开心跟你玩就是你和参加这种玩的那种开心是不一样的。当你去做这种慈善，你得到的是很有成就感。那你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很感谢你来看望他们，这种时候就很有成就感。但是呢，你参加这种，就是每次出去玩这种机会是每一次都有的。其实，那么也有人会说，做慈善或者是帮助别人是要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人，比如说已经赚钱了，或者是赚大钱的老板才会。普通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你来说的话，是一个心，不是一个有没有钱的问题。我觉得，所以要取决于自己哦，看自己的心。谢谢你。那一路走来有没有被误解过？有的。是什么样的误解？就是说一做慈善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骗钱了。别人说你是吧？可是我都还没有开口，是说我都没有开口说监管，他就说骗钱了。那你怎么面对这种说法？我们行动证明10多年来，所以到现在目前已经没有，刚开始的1-2年都会被人家讲，或者是我们只是前面1-2年我们开口的原因是我需要人手，我没有这样大团队，我需要出来帮忙，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愿意，过后久了之你不教他们慈善啊，为什么你没有叫我一起？说现在我是人强马壮了，现在坚持就看到效果了。那你曾经想过放弃吗？不会了。反正在这16年来，我们做的慈善都算起来是蛮顺利的是蛮顺利的，很了不起。因为我始终都是做好事嘛，做好事都是 OK 的。很了不起，1年6次，坚持16年，快100次了。可是做这些事情也很辛苦。比如说，我听 Henry 讲，你们可能就直接会去做装修啊、铺地板啊什么的，这些事情听起来都是很累很苦的事情啊。包括今天像招待一些小朋友，也是既花时间，要花费很大的耐心哦。对，对，需要这个时间。对，不过都是乐意去做的，都是我们乐意去做就还好，就不会说特辛苦还是什么。明白。那这16年里面有想过要放弃吗？太累了。不会就这样，就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未来还会继续做下去吗？应该还会继续做下去。那家里人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吗？做啊，家里人也做啊。家里人也是这个组织的吗？一起做的。不要勉强自己说出多少，大家尽力而为。我们尽的力做了就开心，不要把慈善当作是一个压力。我觉得对自己生活、对自己心态有影响。我们平时看到你都是开开心心的，都是没有太大心事的这种状态。我们其实有是个人跟慈善是2回事啦。生意上压力什么都有，可是慈善还要照做的。我们站在社会上，我们回馈社会了。我们也要多参与的，因为新的1年又开始了，我们也希望多参与。其实也是被这个你们大马人，还有我们生活在这个Gray 还有你这个，相当于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大家庭受到的这个影响。对那个我们有试过一间老人院厕所，它的地上已经坏了，很多坑洼洼，然后很多老人家走路跌倒受伤。这样我们就
铺洋灰铺了整个老人院给他。那一次我没有记错，应该是花了2万多吧。2万多是材料哦，只是材料，然后工钱也给不起人，就这些青年团在搬沙了。这些都有回忆，都有照片了，下手做。所以从小到大，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传下去了。不是说钱大家都有，可是他们老人家小孩子需要的关心，钱是给不到。给不到，有道理啊。好像年轻人就会比较少，是吧？现在已经很少人做。像你现在处的这个同龄人，你的朋友啊、同学啊，据你所知，像你一样参加这种定期的慈善服务的多吗？不是很多，但是我已经开始在拉拢我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和我一起做。对，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做这种慈善帮助庙，是不是他们想要利用我们这种人去帮他们做？但是我是觉得慈善是讲从一种心，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要去做，而不是人家叫你就要去做这样子。好，我们还是秉承你这个不宣传不筹款我们不要多说组织的事情，但是呢欢迎参与，可是我们不筹款。好的，但我们这个视频有时候就像一个火种，因为很多人听到了以后，他心里这个火啪也被点燃了，我觉得那也是很好，他去做他的慈善也有可能是吧？或者是影响别人吧。过后他知道我们今天帮的这个组织的名称，他私底下要过去 OK 也可以，对吧？可以，对。好的，那我之后把它打在视频上面。这个组织的宣传只是宣传给人家知道这间老人院或者是博院需要帮忙，好的，去帮。好的，我要跟你握手，真的是感谢，谢谢 Henry。就是跟做慈善的这个花钱相比的话，是有什么上面的区别吗？这个很看个人了。我觉得我就是纯粹做慈善，就纯粹想帮人，就没有想到那些满足自己心灵上的东西，没有想过，就很单纯，取之社会，回馈社会。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做这么大的慈善，真的我们没有想到。反而我身边的全部人都很普通，不计较，知道做慈善是一个好事，可以能帮着。大哥店还关店1天哦，这个老实说还有一场的损失。生意还生意嘛，慈善时常要做一做。小孩子可能孤儿他们小时候没有机会吃到好的资本餐还是什么，说1年1次，我觉得 OK。希望他有一个好的一个童年，